大家好，我是 Tony。今天的 Tony 开讲，我想要聊的主题是关于台湾光复这个历史名词所引起的争议。这个历史名词以前本来没有争议，我们从小都熟知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还是国定假日。像我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就会唱台湾光复歌，一直到现在62岁，还记得这首歌的歌词。张灯结彩喜洋洋，胜利歌儿大家唱，唱遍城市和村庄，台湾光复不能忘，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国家恩惠情分深长，不能忘。国家恩惠情分深长，不能忘。而且我小学就读的就是光复国小，所以我对光复这2个字可以说是很有感情。不过曾几何时，当我长大以后，我就渐渐不用台湾光复这个历史名词了，因为用比较严谨的定义来看，台湾光复的历史用语并不适当，因为光复比较像是军事用语，意指收回被占领的领土。举例来说，二次大战期间，德国攻占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法国的巴黎。1944年，同盟国联军在诺曼底登陆，陆续收回失土，所以我们可以说联军光复巴黎，光复布鲁塞尔，光复阿姆斯特丹，然后联军一路打进德国，最后攻下柏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是光复德国或光复柏林。同样的，在太平洋战场，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美军展开反攻，收复菲律宾。那我们可以说光复菲律宾。接着，如果攻打台湾，那么应该说是占领台湾，而不是光复台湾。那么接下来攻下琉球群岛，当然也不能说是光复冲绳，而是占领冲绳，因为当时台湾、冲绳都是日本的领土。不过历史用语其实本来就不一定会完全精确跟恰当，只要没有人词异义，那么即使是不恰当的用语也没有关系。可是这20年来，我写旅行的游记，因我个人的旅行兴趣偏好历史景点，旅记的内容总是会有一些针对历史景点的历史感怀。有时候谈到日本统治台湾的一些往事，就会有人来批评我，用文字来霸凌我。那我后来就渐渐的明白，那其实这些批评我的人，其实他们是用一种光复台湾的心态在批评我。所以后来我就渐渐的不使用台湾光复这个历史名词了，并不是台湾光复这个名词不好，而是我认为这个名词背后反映出来的心态是有问题的。关于台湾光复背后的这种心态，我不太容易将它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就举香港为例好了。因为香港与台湾的历史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都是中国因为战败而割让的领土，一是因为鸦片战争，一是因为甲午战争，一个是签订的南京条约，一个是签订的马关条约。所以我们就用香港为例，把台湾的情况搬过去，这样就可以来解释什么是光复台湾背后的心态了。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收回香港。在收回之前，当然有做足准备及进行内部的讨论。首先就是关于怎么称呼这一个历史性的大日子。有一派的官僚认为，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建议将这一天定为香港回归节。另外一派则是强力反对，他们认为当年英国是用武力夺走香港，中国是被迫签订南京条约，所以这个条约不具有正当性。我们现在终于收回香港，洗刷国耻，所以7月1日应当定为香港光复节。结果这一派的意见获得采纳。接下来就是讨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长官的人选。有一派认为，香港人被英国殖民统治了100多年，所以特区行政首长应该由香港人出任，所谓港人治港，
让香港人有回归祖国、终于出头天、扬眉吐气的感觉。这一派的人就特别推荐香港士绅林献堂首任的香港行政长官，因为林献堂在香港具有声望，如果由他来领导的话，那么应该会得到香港人的民心。另外一派则是坚决反对，认为林献堂曾经出任香港总督评议会的评议员，这是跟殖民政府合作，是属于汉奸的行为，当然不能由汉奸来出任香港首任的行政长官。而我们调查过，香港所有知名的士绅几乎都曾经跟殖民政府合作过，所以这些人都不适合担任首任的香港行政长官，应该还是要由内地派出人选来担任香港特首。最后主席裁定，就派遣有留学英国经验，而且娶英国人为老婆的陈仪来出任香港行政特区行政长官。7月1日，陈仪正式上任，立刻马不停蹄地巡视香港各个单位。他第一天就加班到很晚，回到官邸时一脸疲惫，面露忧愁。陈仪的老婆看到陈仪重表情，就很关心地说 ：“Honey, what happened to you？” 陈仪听了就说：“烦死了，你不要再讲英语好不好？”陈仪的老婆听了以后，就马上改口说：“老公，怎么回事啊？”陈仪就叹了一口气说：“唉，香港真是难治啊！我今天的第一个行程就先参观香港海运港口局，因为香港是重要的贸易港，所以我当然先参观这个重要的机构。不过这港口局的局长在做简报的时候，竟然极力称赞香港政府把维多利亚港打造成亚洲最先进的现代化港口。我当场就纠正了他错误的观念。我就告诉他，当年香港所以建设香港维多利亚港，是为了运送更多的鸦片到中国去荼毒中国百姓。这段历史难道你们已经忘记了吗？现在香港光复了，你们的观念不要还停留在被英国皇民化的时代，到现在还在称赞英国殖民统治。”陈仪又说，所以我当场就把维多利亚港改名为浙东港，一来是纪念我们毛主席，二来是取其有祖国恩泽东方明珠之意。哇！陈仪的老婆听了以后说：“哇，老公你太有才华了。”陈仪接着又说：“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就立即下令清查香港行政特区及街道名称，凡是以英国王室贵族成员及香港总督命名的街道及行政区域，统统改为具有中华民族意识的街道及区域名称。”陈仪接着又说：“下午我巡视了一些单位，不过途中就有接到一些零星的冲突报告，我就随便举一件事情来讲好了。我们有几名解放军的士兵在餐厅聚餐，结果隔壁包厢里面有香港年轻人在庆生，大唱英文歌曲，引起我们解放军的不爽，就冲进包厢呛他们说：香港都光复了，你们还高兴的在唱英文歌曲，你们还在怀念英国殖民统治吗？真是不要脸。”那香港年轻人听到当然很生气，双方就起了冲突，就打起来了。陈仪说完叹了一口气，就说我回到办公室以后，就下令从下个月起，香港所有的报纸、电视媒体通通禁止使用英语，要全部改成普通话，学校也要推行普通话教育，禁止使用英语教学，要彻彻底底的清除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遗迹。所以陈仪来到香港的第一天就发生这么多事情，当然让他感叹香港难治啊。结果1年半以后，香港就发生228事件了。我刚刚讲的例子，事实上并没有在香港发生，而是在台湾发生。那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光复香港的心态，而国民党却有光复台湾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在接收香港之前，正处于承平时期，所以能够用较正常的心态来接收香港。而国民党接收台湾时，刚好是中日8年战争刚刚结束，
还充满仇日的情绪，所以当时接收台湾的心情，就有光复敌人占领区的心态。就像当时在收复东北的满洲国，收复汪精卫领导的南京政府辖区，当时在接收时也都产生不少乱象，甚至出现报复汉奸的行为。但是当时的台湾并不是敌人的占领区，而是日本的国土。所以蒋介石当时就有明白地表示，台湾人除非是犯下战争的罪行，否则都不应该以汉奸罪起诉。因为毕竟在战争期间，台湾人是日本国民，为国效忠，怎么能称为是汉奸呢？不过此评而论，当时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引起的一些问题，甚至引发228事件，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战争刚刚结束，当时还有很浓厚的仇日情绪，所以才会造成台湾社会在战后短期的动荡。228事件之后，陈仪去职，台湾省政府正式成立，国民政府也延揽了许多台籍精英进入省政府，所以本来光复台湾战后的乱象，应该就可以从此渐渐弥平，228的伤痛也能够渐渐的抚平。不料2年之后，国民党失去大陆江山，退守台湾。这时候的国民党为了提高自己统治的正当性，于是更深化台湾光复的论述与心态，并极力丑化日本统治台湾50年为日据占领时期。台湾人在殖民统治之下水深火热，终于盼望到祖国光复台湾，所以台湾人要永远不能忘常思量，不能忘常思量，国家恩惠情分深长，不能忘。当然从那个时候起，228事件就变成是一个禁忌，谁要提到228就是别有用心。所以我在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听过228事件，而父母从来也不说，因为怕说了小孩子口无遮拦，到外面乱说会惹出麻烦。而一些受过光复教育的人，就会用光复台湾的心态来批评一些台湾人的言行。例如你只要稍微称赞日本统治时代有一些建设做得还不错的时候，那他们就会用一种很不屑很严厉的批评说，台湾人就是被皇民化奴化了，到现在还在怀念日本殖民统治，到现在还在称赞日本殖民统治的一些建设。所以我们看到1997年香港回归的情形，就会很羡慕香港人，同样是被割让，同样是被祖国接收，但是香港就没有发生1945年台湾被祖国光复时所产生的悲剧。不过历史就是这么奥妙，在多年之后，现在的台湾已经渐渐很少人在谈台湾光复这4个字了，而且现在也几乎不庆祝台湾光复节。现在也更能够客观持平的来回顾日本统治台湾这50年的历史，反而是香港的情况改变了。中国在大国崛起之后，就渐渐觉得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特殊体制终究是殖民统治的遗绪，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应该有香港这种特殊一国两制的殖民体制，所以认为应该逐渐的将香港内地化，长久以后让香港成为中国广东省的一个地区，而与内地合而为一了。所以中国就对香港采取更多的控制措施了。以前香港人称赞英国殖民政府为香港建立了良好的法治基础，或是称赞英国殖民政府为香港奠定了现代化的基础建设，没有人会批评你是在怀念英国殖民统治。但是渐渐的，现在这种言论会被视为是伤害中华民族的情感，会被认为是不爱国，所以香港人就渐渐有了台湾人在228前夕的心情了。比较激进的香港年轻人甚至喊出光复香港的口号，他们认为香港被祖国占据了，所以他们希望驱逐祖国，恢复香港。
我今天的同理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